警察同志，你们就这么晾着我，到底要干什么呀？火候到了，棍子，开始吧。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那你就再想想。警察同志，您就是让我想一天，我也想不起来呀。啊，我今年62了，12年前的事儿，怎么能记得起来？再个说了，我是一名教授，是搞化学研究的，怎么可能跟贩毒扯上呢？你这话我觉得，他有点道理。说实话，朱教授，我也不相信你跟毒贩能有什么牵连。但是今天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找你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但是你看看，你刚才什么态度？就是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对呀。哎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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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刚才脾气太急了，真诚的跟你们道歉。你看看，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多好，我也给你道个歉，朱教授，我也是个急脾气。但是既然你到了这儿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完的。我50多了，这小伙子长得像长颈鹿一样，刚谈上恋爱，我们领导早就下班了，只有我们2个人在这陪你熬着，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你们也不容易啊！那咱们开始啊，我一定知无不言。好，你这样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文化不够，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真的不多。啊，咱们啊聊聊天儿，好吧？好。我呀，刚才看了你的资料，啊，这个资料上面写着，06年你离婚了，这事儿你刚才怎么没说呀？离婚嘛，是我个人的私事，这没什么好说的。这我知道，咱们不是聊天吗？啊，聊个2块钱的。为什么离婚啊？哎呀，我们教书的也不是什么神仙，感情破裂，过不到一起了，就离了。怎么破裂的呀？这个，徐警官，这跟走流程有关系吗？咱还是说正事儿吧。不是，刚才我不是问你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离婚是06年，这是不是在你身上发生的特别的事情啊？啊，你刚才说知无不言，对吧？咱们聊聊天儿。长颈鹿，这不要记了啊。徐警官，2口子那些事儿，不足以向外人道也。哟，文言文儿，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朱教授，那我就问一句啊，你是不是肥水流了外人田了？不是啊！是吧？你想啊，06年，你50岁了，这2口子过了半辈子，还能为什么事儿离婚啊？是这样，徐警官，我社会活动比较多，难免跟一些异性有接触。我前妻呢，她老胡思乱想，最后就导致我们夫妻俩离异了。你这我猜对了吧？这不为这种事儿还能为什么事儿离婚？
徐警官，不是你想的那样。哦，我没说什么呀，我没说什么，朱教授。哎，朱教授，那离婚了这10多年，你没想再找一个呀？我一直致力于教书和化学研究这方面，不曾想过。得了吧，这，咱们都是老爷们儿，我懂，我就不信了，这10多年你一个人，这晚上睡在床上，没个伴儿，你能踏实？不挠墙吗？不蹭炕沿儿啊？警察同志，请注意你的措辞，这话糙理不糙词啊！哎，朱教授，我真心的劝你，你要是想再找一个，千万不能找年纪太小的。我们那个潘警官，就是刚才出去那个，他老牛吃嫩草，结果没几天，前列腺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嘿，你说这棍子，不是那小徐，你要有事你先忙吧，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询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我头回见徐师傅这样的。这都是策略，我懂。这什么策略呀？这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套路，没什么好学的。虚虚实实，棍子师傅现在说的就是真实的话。什么叫真实的呀？不是北斗，你怎么还不走啊？医院都下班了，你不怕晚点回去穿帮吗？哎呦，都这么晚了，那我得赶紧回去。那我送你吧。不用，我们继续。小徐，那个有什么结果及时通知我。好。来，小徐。徐警官，我特别愿意和您聊天儿。您的言谈话语当中啊，充满了朴素的人生哲理。这朱教授也只有你这么说我。你知道我们有个朋友啊，他说我粗俗。你说我生气不生气？这个人啊，品德败坏，确实粗俗。哎呀，朱教授，这个不闲聊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赶紧把这个流程走完，您好回家。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朱教授，您是那个化工系的教授啊，我就想知道啊，你跟平安的化工厂联系多不多？不多。徐警官，我是搞化学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化工厂呢是搞生产的。我们联系不多。你看，隔行如隔山，我真是不太懂。那朱教授，我麻烦你个事情，我们这儿有点照片，我想让你看看，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啊？好的。来，你看看这些有认识的吗？认识。不认识。那再换一个。8秒。来，你看看这些。也不认识。也不认识。再换一个。15秒。徐警官，这不是您吗？10秒。这个是请我来的那位女警官。对，其他的有没有认识的？其他的都不认识。好。棍子啊，第一组用了8秒，第3组用了10秒，第2组用了15秒，这就说明在魏生义和江连山之中，他至少有一个是认识的。结果出来了，初步做出同一性认定。送你去。棍子，初步鉴定出来了，笔记高度近似。徐警官，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呀？
跟你说啊，这2个人啊是毒贩。这个人在当年抓捕的时候被当场击毙。这个是运送毒品的司机，判了15年。这2个呢，是化工厂的职工，有嫌疑。哦，这个是我，你认出来了？这个就是今天跟我一块去请您过来的那个女警官。这个都是我们办案的手段，这个是障眼法，走个流程而已，没什么。要不说嘛，除了您2位警官，其他的我都不认识。没事没事。那个朱教授啊，您刚才说啊，您是搞那个化学研究和教学的啊？是的。那个你跟化工厂没有联系？没有啊。但是呢，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篇当年的报道，我给你看看啊。在关怀中砥砺前行，平安市科协带领专家团给多家化工厂排忧解难。哎，这个专家团的成员里头呢，有你，祝正礼。哎呦，徐警官，您看，2005年，哎呦，时间过去的太久了，我都想不起来了。对，是10多年了。是。但是这个朱教授啊，我还是要请你啊，好好的回忆回忆。你既然参加过这个专家团啊，去过化工厂，那你帮我想想，你有没有见过这2个人？哦，是这样，徐警官啊，咱们平安市啊，化工厂很多。我们参加的呢是这个政企联合的一个活动。主要去的是开发区那边民企的化工厂。像那些快被淘汰的老旧国营化工厂，根本就没去过。说完了。那你怎么知道这2个人是老国营化工厂的职工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这2个人的工作单位性质。朱教授，你是不是认识这2个人？哦，我想起来了，好像在一个什么会上，我见过这个穿西装的。编？你再给我这儿编故事啊？祝正礼啊，我记你是个教授，我对你掏心掏肺，对吧？我把我们办案的手段都告诉你了，你拿我当什么？说，认不认识这2个人？我见过那个穿西装的。这个？是啊。在哪儿认识的？怎么认识的？在一个酒会上，但我印象不深刻了。他叫什么名字？江连山。那这个是不是你交给江连山的？是。经过笔迹鉴定，这上面的字，确认是你的笔迹，而且这上面写的就是紫冰3号冰毒的化学配方，你怎么解释？不对，我当时给他们的是甲基丙二醇，是搞化妆品的。徐警官，我就是再纯，我也不能把毒品的配方写到学校的信纸上啊。厉害，祝教授，你的记忆很清楚啊。啊？你现在已经很被动，我们的政策你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你把你知道的如实全部的给我交代清楚，否则你这辈子也别想从这儿
走出去了。说。我说，我全说。哎呀，没想到啊，徐师傅审讯也这么厉害。干了30年的老刑警了，这点小场面还是应付得了的。哎，别忘了是谁制定的审讯策略呀？您就更不用说了，谁不知道您是明提班呐？就是。谢谢。慢走。等会儿。喂，你下班了吗？哦，家里没酱油了，别忘了带一瓶回来。哦，好的，我知道了。又怎么啦？你回来吧。哎，我看到了，还有酱油呢，还有2瓶呢。是。2005年，市科协组织专家去考察市里的几家化工厂。那次活动之后，有一个二化厂女的就主动找到我，说是想让我帮他们改良一下化妆品的配方，被我拒绝了。后来有一次，他们冒充区政府的人把我招到了一个酒局上，我认识了江连山。那天稀里糊涂的被他们灌醉了。等我醒来以后，我发现我竟然和那个女的躺在酒店的床上。这些毒贩太坏了，他们给你用的是美人计。没错，他们就是这么卑鄙，他们太坏了，给我拍了好多的照片，逼迫我就范。当时我还想，不就是改良一个化妆品的配方吗？还用得着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吗？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了，他们说是化妆品，其实就是毒品。当时我害怕极了，我坚决拒绝跟他们合作。可他们真的把照片就寄给了我爱人。我爱人和我就是因为这事儿离的婚。后来他们还扬言说要把照片寄到我学校去。于警官，我是为了学校的荣誉，我果断辞职，去了民办的培训机构。可他们后来还是不依不饶，说是非要把照片给我散布到网上，把我搞得身败名裂。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们。可是我没有直接给他们提纯毒品的配方啊，用了另外一种物质代替的，就是你们照片上那个配方。徐警官，我知道我这样做不过是自欺欺人，可是我这样做，我心里边能够好受。那他们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啊？没有，他们给我的钱
我也一分没拿，我只要求他们把全部照片给我销毁。后来我看新闻，你们警方查获了紫冰3号病毒的案子，我这心里边就一直提心吊胆。后来也没有人找过我，直到2010年，我听说二化厂关停倒闭了，我这心里面一块大石头，我才落了地。你刚才前面说二化厂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是二化厂人事科的，叫梁桂香。这有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啊？谁？梁桂香。你好，打扰一下，公安局的，跟你们打听个事儿，这个人见过吗？没见过。大哥，公安局的，这人见过吗？没见过。行，打扰了啊。你先弄。协查通报已经下发到各派出所了。机场和火车站派人盯了吗？刑侦队那边已经安排人了，用你问。徐曼，梁桂香资料。梁桂香，平安市人，原平安市第2化工厂技术员，后调到人事科工作。2010年下岗创业，改名叫梁丽，成立了平安市丽人形化妆品有限公司，担任法人。梁桂香的丈夫陈霄华在2005年去世，没有子女。梁桂香还有一个姐姐叫梁玉芝，和母亲一起生活。梁桂香在平安有2处房产，除了咱们去过的那个原单位分的老式公房，还有1处别墅，都没发现她的踪迹。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别墅派人盯了吗？陈队，刑侦和禁毒那边早就派人蹲守了。省厅合成作案中心发了消息，梁桂香刚刚用梁丽的名字购买了今天下午3点飞新加坡的机票。小李去办，摘果子。给，谢谢。哎，我又发现学生身上一个技能。什么呀？他上次审那个教授的时候，那股社会人的劲儿拿捏的真好，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那是你见的少。我去省厅之前，他不是把我送看守所待了几天吗？就让我学这个。我每天就观察那些闲人，找他们身上那种感觉，但还是写的不很像。小吕，现在看来，你真不应该去省厅。这三叉戟身上的本事呢，没个3、5年，根本就学不到精髓。那时候就说我不想去了呀，这不是师傅们非赶我去吗？哎，对，他们答应收你为徒了吗？别提了，我都跟他们说好几回了，他们现在跟人介绍的时候，还只说我是他们同事。呵，那这说明他们把你当平辈儿啊！啊，你这辈分可比我高了呀，我得叫你师姑了啊！少来，他们那就是身份，没把我当自己人。开玩笑。这样吧，我帮你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那你别管了，山人自有妙计。你先想好到时候怎么谢我。
你下半辈子奶茶我包了。北头，你说说棍子啊，30年老刑警了，那回去找梁桂香，愣没发现什么问题。你往那儿想，是找梁桂香也是为了打击江连山啊。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梁桂香的？我在他们厂施工名单上瞎划了的。谁想到这么巧？戏词儿说得好啊，这个女人不寻常。但是当初在她家的时候啊，我是感觉有点别扭。得了吧，你又事后诸葛亮。我说的是真的。你看他们家就不像经常有人住的样子，桌子上一层灰，一点生活气息都没有。你们俩想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一切都是他布的一个局？怎么讲？他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找他呢？刚才棍子不是说了吗？他在名单上是瞎划了的。棍子，你是瞎划拉的吗？他可是厂里人事科的。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江连山的联系方式呢？因为那个时候江连山已经被万鹏绑架了。我推测，梁桂香是想让万鹏杀人灭口，但是这个万鹏啊贪财，或者说是这个江连山许诺了什么，这才让他多活了几天。否则我们连江连山的尸体都找不到。要这样的话，就坐实了江连山畏罪潜逃，整个案件到江连山这儿就结束了。他要是这么一个心思这么缜密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暴露自己行踪，等咱们来逮他呢？现在要抓紧查一下梁桂香的母亲和姐姐有没有离开平安市的订票信息。梁桂香的姐姐梁玉芝订了一张今天下午3点15分到孟州的火车票。小李，你俩继续在这守着。各位旅客请注意，往孟州方向去的 G1002444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您自觉排。梁玉芝女士，您现在可以进站检票上车了，我带您从贵宾通道直接上车，行李我帮您拿。是啊。喂，平安市火车站警务室吗？我是市局的，有个案子，请你们配合一下。让开，让开！你好，二位，警察报案。哦，哎，你好，现在已经到时间了，怎么还不发车呀？女士，你别着急，我去问一下，请稍等。你好，是梁玉芝女士吗？梁桂香，还认识我们吗？咱们又见面了。哎呦，你穿成这样，我差点认不出你来。梁大姐，呵呵。潘师傅，这是丽人行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和梁桂香的个人流水，我已经同步给了崔师傅。我看得完吗？分发下去，让大家帮着一块查，别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是。小吕，哎，小李呢？小吕和徐师傅连夜走访二化厂的老员工去了。那你去帮我查一下梁桂香的通话记录，看他近期有没有跟江连山联系过。是。梁桂香家属这条线谁在盯啊？孙队和刘全在跟。去把这个发给他们。好。潘师傅，发给孙队。潘师傅，咱们连夜提讯。提什么讯呢？梁桂香已经到询问室了，就等你了。
我现在需要子弹，我没有子弹，我怎么上战场啊？傅正礼不是已经把他供出来了吗？再说他用特检身份出逃也是一切入点。我需要的是能摧毁一座大坝的子弹，而不是橡皮子弹空包弹。可咱们传唤只有24小时，从嫌疑人带回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取证，你就别再跟着添乱了。我看这一点要重点排查。张华，张华，崔斌回来了。棍子，把他们公司的办公用品清单给我传一份，我等着。醒醒啊，醒醒！大家辛苦了，赶紧吃点东西。小白，来，准备的怎么样？还不够啊，不够啊！昨天夜里这篇文章就在网上传开了，节奏是越带越偏。已经惊动省厅领导了，今天一早就打电话过问这事儿。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必须马上放人。啊？可是没有可是，要么立马放人，要么现在体恤上面的压力，我尽量帮你顶住，帮你争取时间。过去。过去，你看，去年10月，梁桂香用他的私人账户购买了一个北极星牌保险柜。可是他们公司保险柜是巨力牌，5年前购买的，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现在有钱人家里都有保险，很有可能是买了送人的。可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细节吧？小白，你熬了一夜，要不回去休息休息吧？我们换个人提取梁桂香。不用，我没事儿，过去我真的没事儿。老郭，我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没有时间了，小白。现在就是弹药不足，也得冲锋。孙子，后边调查交给我和棍子，我们当你的后援，随时给你提供弹药。很好，三叉戟，看你们的了。时间不多，放手一搏吧。这个梁桂香不好对付呀，我干预审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有像这回这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这不还有我跟棍子呢吗？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不是二化厂保卫科的吗？怎么成警察了？我们也不知道梁桂香梁大姐原来就是梁丽梁总啊。
总生意做得这么大呢，工作又忙，我们就不多耽搁你宝贵的时间了。咱们开门见山吧。请你来，就是想问一下原来二化厂储运车间主任江连山的情况。我跟江连山不熟，他出什么事儿了？情况是这样子的，最近我们警方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发现这个江连山牵涉其中，并且还发现他和多年前的一起贩毒案也有关。啊，然后呢？你不感到吃惊吗？这个江连山可是原来你们二化厂的老同事啊，你的反应好像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潘警官，我和二化厂那帮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不一样，我对别人的八卦不感兴趣。啊，刚才你是觉得我应该特别吃惊的话，那抱歉让你失望了。上次在你家里头，你可是挺接地气儿的。哼，你看，现在这个霸道总裁的劲儿上来了啊。江连山犯法，你们应该去找他啊。他的联络方式我不是都给你们了吗？我们找了，他人被绑架了。哦，就是说他犯了法，然后被绑架了，但是你们要来讯问我，那是觉得我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我们只是请你来协助调查。喂，棍子。好，知道了。梁桂香的家里没有保险柜。我想象警察办案都是有逻辑的，但是警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逻辑是在哪里啊？江连山以前是二化厂的职工，他现在犯了法，你们要了解情况，那当然应该是去找他的厂长，或者是跟他相熟的同事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跟他不熟，恐怕我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呢。找你，自然是有原因的。我们呢掌握了一些情况，就是想听听你自己怎么说。那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我们在问你，希望你能够自己交代。潘警官，我知道这是你们询问的话术。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哪儿捕风捉影地得到了一些不确凿的证据，那就希望通过我的主动陈述来获得更多你们不知道的信息。哼，懂得还挺多。可惜你错了，这也不是什么话术，这是在给你机会。可我并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个陷阱。潘警官啊，今天呢，我本来应该是在外地跟客户谈生意的。你们昨天把我从高铁上薅下来，到现在也10几个小时了。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听到了什么东西，但我真的是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说起这个，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冒用你姐的身份出门？掩人耳目，放烟雾弹吗？啊，不是针对你们啊。现在是大数据时代，我们这行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要让竞争对手掌握我的动向。我想你们肯定查到了，我用我自己的身份信息还订了张机票呢。我经常这么干。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以前的出行记录。这个梁桂香果然不一般啊，头回见潘师傅这么被动。崔师傅，除了那个保险柜，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去年10月份，梁桂香的个人账户有一笔家政公司的支出，5000块。这个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时候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疑点和细节。棍子，你再去查一个线索，
扶贫家政公司。潘警官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咱们能不能够提高点效率，早点结束啊？着急了。哎呀，其实我们呢也想尽快结束。既然你想知道我们都掌握了什么情况，那我就不瞒你了。平安工业大学化工系的祝正礼，你认识吧？经过我们调查，这个祝正礼在江连山贩毒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也参与贩毒了？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礼是什么关系？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这你放心。